现在转到我们的安卓系统，安卓界面上面，目前标准的是4个按键功能，一个是白板，一个是投屏，还有文档，以及我们跟踪应用，以及我们大众化显示，就是 OPS 电脑的一个显示功能。这是我们刚刚进行的那个录制，可以进行文件保存。打开我们的跟踪应用里面可以看到有浏览器和一些常用的一些工具，文档，还有计时器。打开设置，进行通用的一些设置。首先是有网络、无线、有线和我们热点的一个开放。热点打开之后可以进行那个投屏。投影功能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主题的一个更改，以及我们这个桌面的一个显示，还有壁纸、声音可以进行音量的一个加减，包括最高亮度和那个左右均衡。显示可以更改我们亮度，包括我们的图像模式进行一个手动调整。自定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修改我们亮度、对比度罗盘打开是工具，交互设置可以进行一些手势。这个是录屏设置，包括我们的分辨率、好声音、录制的时长。设备这里面的话，就是可以外接一些设备，包括我们的那蓝牙设备，包括耳机、文件传输设备以及打印机麦克风和摄像头的一个情况。这个是我们打开之后，它会显示我们自带的一个摄像头的一个效果，也可以外接进行设备调整。通道这里面的话，是我们一些通用一些设置，比如说我们开机之后，我们信号跳转我们，比如说我们插了前端 HDMI 之后，拔线之后，它会跳转到上一次，还是说就记忆到当前，已经自动换景。包括我们开机的一些通道设置可以设置在 OPS， 还有一个设置在安卓，包括我们前置 HDMI 或者是侧置 HDMI 都可以。通道自定义可以更改我们现有的系统设置，包括时间、语言以及电源的一个情况包括系统的一个更新，还有我们的系统配置，我们刚讲的，我们是采用4G 加32G， 可以升级到8G 加128G。目前是采用是最新版本的安卓12的一个操作系统，8核处理器。语言有输入法语言，包括系统语言。那我们现在的系统语言支持多种语言。英语、西班牙语以及这个世界的16组通用语言基本上都是有的。上键的模式可以设置为上键开机，可以上键待机以及是上键不开机的一个模式。睡眠状态都可以进行一些设置。系统更新，一般的话，我们出厂会把软件更新好之后，如果这个软件升级的话，可以通过 OTA 进行升级。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特殊的功能包括我们的那个 U 盘锁和自动锁一些功能。